大家好，今天来聊聊狗狗币，因为这一段时间提到的0.21的支撑，很多朋友也是一起在做多，包括交易群上面。那狗狗币经过反复的洗盘，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判断？三角是面临突破，而且又是时间窗口，以及昨天晚上非农数据，比特币为什么冲高回落？不过这一次交易群上通知做多的利润，以及昨天最给力的 MANA。我目前还是在持有，那等下来分享一些观点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。或者新粉丝，如果你用我们 OKS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合约现货只要交易一笔，没有金额限制，可以申请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S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S 邀请注册链接。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，有可能这一次0.21已经撑住了，那狗狗币在这个位置三角会不会马上突破？等下来跟大家分享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它里面存在时间窗口，或者是我们来秀一下，也就是最近交易群上面这个交易的小组，这几天是一直在通知做多一些山寨币哦，包括我们看一下9月4号的时候也是@。如果手机有收到信号的朋友，应该这一笔 MANA 止损是没有跌破我给的这个0.292，然后昨天就大涨了超过10%，或者是这个记录我是没有编辑过，如果有编辑过的话，可以点击这个编辑，填入一些数字，然后保存，它会显示已编辑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不过有些山寨币也是有错的哦，不是每一笔做多都是对的。那或者比特币等了可能有几个月了，9月1号，当时都还没有跌到这一个10.7350美金，也是提前给大家建议，有可能比特币这个位置可以做多。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交易的小组，或者是狗狗币的一些建议，前面也不准啊，因为有几次是跌破0.21，那也就是昨天的时候是通知朋友们，狗狗币要做多的话，止损可以放在0.21。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可以细心的留意一下周线里面的这一个收敛三角是更加明显哦，就是这几个三角的位置。那如果你配合之前的上涨，它有可能是在三角盘整，有一点像，比如说2023年10月份的时候，狗狗币当时启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也是一个收敛三角，然后在末端的时候，狗狗币爆发。那我们可以细心去数一下，当时狗狗币如果从这个高点开始计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8根狗狗币开始爆发，所以狗狗币涨了几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没有可能第8根？下一周是斐波那契数列的8，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。狗狗币不排除这个位置会不会爆发，因为我们看一下，包括前几波狗狗币从高点下来洗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也是接近第8根，狗狗币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向上上涨的动作。那或者狗狗币有没有更大的上涨？因为目前的时间，朋友们要记得，去年的时候，当时也是在9月份，在这个区间的时候是猜测。也就是9到10月份，当时美国总统选举完以后，历史上基本上狗狗币都会爆发，所以当时这个位置的时间我们看一下也是9月份左右啊，现在的时间也是9月份左右，而且你可以数一下当时这个位置的蜡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8根开始爆发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同样也是这一个交易的小组，2024年的10月份。这笔记录也没有编辑过，0.11做多，反正我目前的利润也还是在持有，或者是我们看一下更早之前，包括当时 XRP 0.5的时候做多，后面是直接大涨了几倍，不过 XRP 利润是已经被我平仓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在更早之前，也同样都是去年的，狗狗币10月10号的时候0.1左右去做多。所以我们再回到狗狗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我个人是觉得完全有可能啊，狗狗币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出现抛物线的上涨？时间跟去年的时候这个位置非常的吻合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狗狗币，反正是1美金以后
再考虑会不会有风险，或者是整个大长线的通道。如果从2023年大约0.05美金的底部，那以及去年的时候8月份、9月份的这个低点，以及后面2025年压回来的几个低点，感觉它是一个上升的通道，跟2022年当时这个高点，以及前面接近这一个0.48的高点，不排除狗狗币如果这个收敛三角往上突破，目标有没有可能0.8或者是1美金以后，我们再考虑狗狗币会不会有分享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很久没有跟踪的这个 Pi Cycle Top 指标，为什么认为比特币目前的牛市没有结束？前2年也是跟大家讲，这个指标你去观察2019年的牛市，指标它会涨到高于这一个绿色的线，甚至顶部的位置红色的线交叉这个绿色的线才是它最终的顶部。以及2015年比特币的牛市，它价格会涨到高于这个绿色的线，以及这个红色的线交叉这个绿色的线，2万美金，它是从200涨到2万，涨了几十倍、100倍、300倍才有可能是比特币的顶部。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2012年的牛市，比特币的价格也是会涨到高于这个绿色的线，甚至红色的线交叉绿色的线是一个顶部，红色的线再一次交叉绿色的线是第2个顶部。那现在的比特币你看到它价格涨到高于这一个绿色线了吗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昨天晚上非农就业数据也是增强了9月份，反正美联储是肯定要降息的，但是价格为什么冲高回落？其实它冲高回落有可能主力是在玩那一些看消息的。当时记得这一根那一个全球央行的年会，鲍威尔主席不是开始放歌嘛，涨到高点，后面也是没想到洗回来，或者是昨天晚上也是没想到又冲高回落。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短期还是在盘整啊，但是长期我的观点还是一直坚定看涨这个比特币。而且昨天给大家提醒的链上的数据 ，USDT 是大幅流进到交易所，包括前面比特币跌到10.7万美金的时候，也是提醒交易所上面的 USDT 是连续7天到8天净流入啊。那或者是昨天20亿美元，我也不管它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反正我们看到的数据就是20亿美元，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单日流入有超过20亿美元，这是历史之最哦。以及我们看一下比特币 ETF 最近机构的情况，可以看一下贝莱德或者是旗舰级的 ETF 基金，现在是买入的数量也是开始在增长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，如果比特币要在区间里面盘整，以太坊中线也是聊了有几天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区间里面盘整？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